婆婆正在洗头，却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已去世67年的父亲竟然在满世界找她。婆婆根本不相信，当场就把父亲的死亡证明找出来。原来父亲解放前就已战死沙场，政府还颁发了烈士证和抚恤金。而民警理解婆婆的反应，于是便掏出一张老父亲的照片。在我手机上看的时候，手都有点颤抖，比较激动，因为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还活在这个世上。然而婆婆仅仅看了一眼，便确定这是自己的亲生父亲。此时她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一样，父亲不仅活着，而且还在海峡对岸的台湾省。婆婆王秀兰为了弄清真相，当即决定前往台湾。然而远在台湾的父亲对于她的到来正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王秀兰从江苏飞到台湾省宜兰县，她怀着忐忑的心情走下车，不料转了一大圈都没有看见自己的父亲，足足等了2个多小时，老人才姗姗来迟。他的背已拖成了弯弓状。王秀兰热情上前搀扶时，老人却只是抬头看了一眼，便狠狠将女儿的手甩开。那像现在不能这样了，对呀。既然我们话没讲清楚是，还没你让我们话先讲清楚，先讲清楚，等受方边来。此时王秀兰满脸困惑，不知道老人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。可还没来得及多想，老人的一句话又让现场气氛显得更加紧张。我讲话你们别在这插嘴啊！如果哪个插嘴，我对着老子不客气哦！我告诉你哦。这位102岁老人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老人叫王成松，这时他也回忆起了当年无奈的经历。时光倒回1948年，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，在江苏的一个小乡村，王成松上街给女儿买东西时，却突遭横祸，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，强行编入第21军。入伍前，他将身上仅有的2块银元托付给堂姐，希望能带给女儿。1年后，解放战争的烽火燃至上海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反而王成松也成了解放军的战俘了。为了能实现祖国统一早日归家，他义无反顾加入解放军。本以为全国解放后就可以回家，可没想到在金门战役中，王成松腿部不幸受伤，又变成了国军的战俘。他隐藏双面俘虏的身份，再次成为国军士兵，这才在湾险中保住一命。入台湾的18军跟随国军一起退守台湾，而大陆误以为他在金门战役中牺牲，于是追认他为解放军烈士。退伍后的王成松因腿部受伤，他无法从事体力工作，又在当地举目无亲，生活十分困难，只能靠捡垃圾为生，一路漂泊到了宜兰。后来他遇到一户好心人，教会了他磨豆腐的手艺，从此他做起了豆腐小生意，生活才慢慢稳定下来。他每天还没天亮就起身，推着豆腐车走街串巷的叫卖，那熟悉的叫卖声成为了当地居民记忆中的一部分。我做囡仔仔伊来就总去卖豆腐啊，我拢叫伊豆腐街。善良的邻居们见他孤苦伶仃，便热心的想为他牵线搭桥介绍对象。可王成松心中始终装着大陆的妻子和女儿，他一次次婉拒，宁愿孤身一人。时间来到80年代，两岸局势逐渐缓和，王成松开始不断的往家里写信，他在邮费上的花费就高达上万元，寄出的信件如石沉大海，杳无音讯。由于大陆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，他记忆中的家乡地址已不存在，又担心自己双面俘虏的特殊身份，使他迟迟未能踏上回家的路，只能将回家的愿望埋藏心底。直到2012年，宜兰村民为王成松庆祝100岁生日时，村长陈慧玲得知他在大陆还有个女儿，按照年龄推算，女儿也已到了古稀之年，或许早已不在人世。看着老人眼中闪烁的恳切光芒，他决心帮老人完成寻亲的心愿。第一次寻亲，由于王成松口音浓重，登记人员误将他的名字写成王成松，导致寻亲行动无功而返。幸运的是，在第2年，各界媒体再次发布寻人启事。这一次，似乎上天眷顾，在慈善机构和在大网友的热心帮助下，通过细致入微的筛查，在江苏南通找到了王秀兰。慈善基金会求助到当地派出所，派出所对此高度重视，迅速响应。民警们经大量筛查后，目标锁定在王朵村。王秀兰就是王成松失散多年的女儿。从最相似的、年龄最相近的那个开始，我们就到他家里去走访。这个王秀兰说，她有一个爸爸，从小在她2岁的时候出去打仗了，一直没回来。当王秀兰听了民警的话，父亲尚在人世，且正在寻找他时，他的内心充满了诧异与怀疑。在他的记忆深处，父亲早已在战争中壮烈牺牲。1962年政府颁发的烈士证和180元抚恤金，更是让他对此深信不疑。直到他看到一张照片，照片中的老人竟与他已故的三叔长得极为相似。那一刻，他心中尘封已久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怀着激动与忐忑的心情，王秀兰当即决定前往台湾接父亲回家。出发前，他
他小心翼翼地找出67年前父亲留给他的那2块银元，紧紧地攥在手中。这2块银元历经岁月沧桑，却依旧承载着父亲对他的爱。从江苏到上海，再从香港辗转至台湾，因为紧张，他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。飞机降落在台北机场的那一刻，他的情绪彻底失控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当年父亲被抓走时，他才2岁，没几年母亲就改嫁了。是三叔和三婶含辛茹苦地将他拉扯大，历经漫长的旅途，王秀兰终于抵达了父亲所在的地方。然而，父女俩相见的这一刻，却与想象中的大相径庭，没有拥抱，没有热泪。几年前，曾有人冒充他的女儿，骗走了他多年的积蓄，这让王承松变得格外谨慎。他开始向王秀兰发问，试图验证她的身份。我请问大人，你去的那个水什么地方？瓦鲁进去这个进去什么地方呢？在我老家那一边。或许是年代太过久远，又或许是王秀兰当时太小，她的很多回答都无法让老人满意。你的大爸，他不在了。你的也是你的叔叔，第2个，二大也不在了。那个你的三叔也不在了。王承松听到自己3个兄弟都不在了，表情瞬间变得异样，气氛也逐渐紧张起来。就在局面即将陷入僵局时，王秀兰突然想起了什么。你走的水有2位汉堡几位眼睛我就不知道，人家说了2位。杨姐啊，我听那个我的不是和叫王志颖说的，不从什么姐姐是这个叫王志颖，不是你叫他，是叫把我的都是2位。老人听到这，记忆一下子被唤醒。王秀兰见父亲的表情有所缓和，便轻轻地将手放在王承松的手上，温柔地拍了拍。老人的脸上不再有愤怒与怀疑，取而代之的是和蔼与欣慰。102岁的王承松离家66年后，竟然再次见到70岁的女儿。此刻父亲老泪纵横，对没有亲手养大的女儿满满愧疚。而70岁的女儿跪在父亲面前痛哭流涕，她责怪自己没能早一点尽孝道。不要补偿，不用，这一句我补偿你瞬间戳中了王秀兰的心。这一刻，已经当了奶奶的她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紧紧地抱着父亲，不愿撒手。失散多年的父女，终于在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等待后，真正的相认了。不要你不让我要孝敬你，你不是你呀，我不错啊，你不在乎的呀，这是你人不孝啊，孝敬你才不让你呀。由于牵扯到法律认证，村长有带领2人到医院做亲子鉴定，最终结果确认他们为父女关系。然而，由于签证的原因，父女俩仅仅相处了短暂的2天，便不得不再次分离。回到大陆后，王秀兰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父亲，她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接父亲回家，让他在故乡安享晚年。2015年3月，王秀兰再次踏上了去往台湾的旅程。这一次，她一见到父亲就紧紧地抱住了他。想你了。王承松在台湾住了半辈子，与当地的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虽然大家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但提到豆腐伯都会竖起大拇指。王承松在台湾的生活虽然安稳，但身在异乡，他始终没有安全感。每次锁门后，他都会用铁丝缠绕。他每次出门要绕1个小时，最少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。但是他绕那个铁丝是很有规律的，他自己有好像那个自己的暗号一样，只要别人稍微动过，他就知道了。因为父亲第1次坐飞机，王秀兰特意带着他去卫生所体检，还嘱咐医生开一些速效救心丸，以防万一。在回大陆之前，王承松还有一个心愿，那就是做一顿饭，好好的跟这里的老朋友们告别。这天一大早，王秀兰就陪着父亲上街买菜，一路上父亲都会拉着他的手，跟街坊邻居们介绍起来。到了告别的那一天，此时在一声声喜庆祥和的鞭炮声中，王承松告别了宜兰的街坊邻居，告别了生活了60多年的老房子和土地。村长陈慧玲代表街坊们一直将他们送到机场。多年来，他就像王承松的女儿一样，处处关照着他。不能进去了。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，好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，好了，介绍你谢我了，谢谢这个东西。是你找不到爸爸。谢谢啊，对不起，谢谢。坐在回老家的车上，老人默默地望着窗外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曾经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家乡景象早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建设。汽车在女儿的家门口稳稳地停下来，在外孙女的搀扶下，王承松走进屋中，吃了一碗家乡的面条后，
他顾不上旅途的疲惫，径直来到三哥三嫂的遗像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当年若不是三哥三嫂，女儿或许无法健康长大。三嫂，我的三哥、大哥、二哥都没有了，小弟回来看你也没有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家人的陪伴下，王承松来到父母的墓地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坟墓的确切位置已难以找寻，他只能对着女儿所指的大概方向虔诚的祭拜。哎，你小儿回来看你看不到坟墓了啊！我想着好惨呐，家里人只剩我一个啊，吓得我的女儿。风尘仆仆终有归途，在这漫长的66年里，尽管历经了政治的风云变幻和战争的残酷洗礼，但亲情的纽带始终未断。如今王承松终于回到了家乡，与亲人团聚，看着满天飞舞的烟火，一切仿佛回到了过去那个没有战争的年代。家是父亲在田间辛勤劳作的身影，是母亲在灶台忙碌的烟火气，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欢声笑语，是历经风雨后始终温暖如初的港湾。龙去蛇来，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。无论这一年钱包是不是别，家的方向总有盏灯为你亮着。收拾行囊，回家过年。